Miki 一脚踹晕了一虎，但是自己也坚持不住倒下了，毕竟脑袋挨了那么多棍，他又没有缩血挂。巴罗的干部口罩男见机带人就冲了上去，能让无敌的 Miki 倒在自己手上，想想都能笑出来。而此时的东莞队长都被缠住无法脱身，只有武道一人有余力。武道奋力拨开人群，朝着 Miki 跑去。还是那句话，武道菜的一批，别说救 Miki， 他自己差点被一群人给踩没。眼看对方的甩棍即将砸住 Miki， 突然斜里冲出一人，挥拳揍飞的口罩男，居然是嬉笑。很明显，嬉笑就是瞅准了这个空档。三队的人很快就将爬上车队的巴罗帮控制，而武道这才想起，那个偷袭 Miki 的口罩男曾经就是嬉笑的手下。嬉笑根本不在乎这场战斗的输赢，输了东莞正好被巴罗吞并，赢了保护 Miki 的他就是最大的功臣。好家伙，跟一群高中生都没上的小鬼耍心机，可恶，被他装到了。就连阿坚都将保护 Miki 的任务交给了嬉笑。武道又绝望了，敌人智商太高，打不赢啊！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场地哥。场地大步跃上车堆，抽起钢管，对着嬉笑就是一棒槌，爽是爽到了，不过对东莞可是大难临头，毕竟现在的场地可是巴罗的人。嬉笑的手下也不是吃素的，很快也将场地扔了出去。眼看场地就要和嬉笑打起来，千冬突然出现，拦在了场地面前。他知道场地是想要为了东莞处理掉嬉笑，但是一旦场地以巴罗成员的身份对嬉笑下手，就意味着场地彻底站在了 Miki 的对立面。然而场地根本不鸟他，千冬被一拳揍趴。虽然嘴上说着要阻止场地，但千冬根本没勇气对大哥出手，反倒是武道冲上来一把搂住场地，就算被打也绝不放手。他知道如果不保护好场地，他会被嬉笑杀死的。等一下，场地是被谁杀的来着？不是一虎吗？武道这才想起来，他好像搞错人了。结果抬头一看，一虎不见了。就在武道和场地僵持的时候，一虎已经抄刀绕道，一刀捅进了场地的后腰。好家伙，武道搁着保护了半天，结果让场地成了活靶子。还好武道反应也快，头锤撞开一虎，这一刀似乎捅得不深，场地不仅没什么事儿，还有力气把他们两个想帮忙的揍一顿。临走前，场地将 Miki 多付给了武道，一人对上了嬉笑手下的50人。千冬不明白场地在着急什么，然而场地已经提着钢管冲上去了。场地就是场地，一个人摁着50人打，完全没有压力。嬉笑就是一转身的功夫，他身边的人已经被干到了。场地锋利的钢管就抵在他的脖子上，然而场地却迟迟没有动手。就在大家疑惑之时，场地突然咳出大口血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身下涌出大股的血。他刚才被一虎刺的那一下根本不是小伤。此时的一虎已经疯得差不多了，跪在地上喃喃自语，而嬉笑也趁机将所有的锅推给一虎，煽动 Miki 对一虎的仇恨。面对杀兄仇人， Miki 不愤怒是假的，也一度打算在一虎出狱之后直接杀了他。然而场地总在一旁劝说，一虎当时只是想让他开心，所以事发之后也没办法接受现实。但是现在一虎亲手杀了场地， Miki 面无表情地走下车堆，没有人敢阻拦他。他飞起一脚解决半截，宣布战斗结束。恐怖的气势吓得巴罗帮成员拔腿就跑，这人是怪物，没人赢得了他。一虎虽然嘴上说要和 Miki 你死我亡，但实际上他就是在被 Miki 单方面虐打。Miki 就和记忆中一样，骑在一虎身上，对着他的脸不停地挥拳，再打下去真的会死人。然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了，事情正朝着原本的未来发展。武道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改变。其实一虎反手捅场地的原因很简单，当初在失手杀死真一郎之后，场地就曾对一虎说过，就算是地狱也会陪他一起去，事实也是如此。他出来之后，场地立刻退出东莞，加入巴罗。然而混战到一半，半间却突然打电话告诉他，场地是背叛者。一虎无法忍受场地的背叛，提着刀就冲了上去。一虎后悔已经晚了，他已经将最珍贵的东西亲手毁掉了。然而就在一虎马上又被 Miki 打死的时候，场地突然又爬了起来。场地一声大喊，总算拉回了 Miki 的理智，不顾身上的致命伤，场地摇摇晃晃地走到一虎面前。虽然嘴上说自己不会因为这点小伤死掉，让一虎别放在心上，但是身下的血已经积了一滩了，谁都看得出他受的绝对是致命伤。场地从兜里掏出小刀，对着肚子就是一刀，他把自己给插死了。场地倒了，一虎疯了，千冬心碎了，武道懵了，我也懵了。原本说不定还能抢救一下，你把自己插死干什么？临死之前，场地将他调查到的东西告诉了武道。在阿帕刺伤掌内之后，嬉笑以能帮阿帕脱罪为条件，和 Miki 要了三番队队长的位置。但是他无法认可东莞是他们6人创立的队伍，三分队长只能是阿帕，所有成员都是他的宝物，他想一个人解决问题，可惜失败了。只要他自杀， Miki 就没理由杀一虎。弥留之际，
场地在武道身上看到了真一郎的影子，他将 Miki 和东万托付给了武道，安静地死在了千冬的怀里。场地一死 ，Miki 也疯得差不多了，对着一虎招招都是杀意。场地没有背叛任何人，他一直在一个人战斗着。千冬自责地抱着场地大哭，他明明什么都知道，却什么也没做到。武道也何尝不是，他明明知道场地死后的未来，却什么也没做到。武道大吼一声，终于雄起拦在了 Miki 和一虎面前，但此时的 Miki 根本不听劝，不管是谁都照打不误。武道的情绪更激动了，场地赌上自己的性命都是为了东万和伙伴，他选择自杀就是不想让一虎自责，就是希望 Miki 能原谅一虎。为什么你就是不明白呢？武道的话 Miki 不知道听进去了多少，他的注意已经全被武道掉在地上的护身符吸引了。这是武道在集会那天地上捡到的属于场地的护身符，在东万没成立的时候，他们6人已经是上街飙车级别的好基友了。一虎因为家在暴走族的地盘，所以经常被当时风头正盛的黑龙帮欺负。为了帮一虎出气，场地提议他们几人建立一支队伍，首领 Miki， 副首领阿坚，亲卫队3虎，打气阿帕。场地和一虎就是亲卫队。几个兴奋的小孩打算买个护身符当纪念，结果拼凑了半天，身上的钱只够买一个。于是大家将护身符交给了亲卫队的场地。场地发誓自己一定会妥善保管。尽管现在护身符已经变得破旧不堪，但 Miki 还是一眼认出这就是当时他们送给场地的那个。创立东万的不是 Miki， 而是场地。他一直记得队伍创立的初衷是保护每一个人，他孤军奋战就是为了遵守那一天的约定。场地用自己的死唤醒了 Miki 和一虎，警笛声响起，围观的不良们也都散了。一虎主动留下来陪场地，这些烂事儿都是由他引起的，他会自己做个了断。东万众人也跟着撤退，一虎最后向 Miki 深深鞠了一躬。无论是真一郎还是场地，他没有资格请求 Miki 原谅，这些罪孽他会背负一辈子。2005年10月31日，东万和霸罗的斗争以东万胜利，死者1人，逮捕者1人的结局告终。这场战斗在日后被称为血腥万圣节。2周之后，千冬带着场地最爱吃的炒面去祭奠了场地，就像是他们刚见面的那样。1年前的千冬还是个留着墨西干头的嚣张不良，对前辈从不用敬语，看谁不爽干就完事。听说学校里有个1年级就留学的不良，千冬上门找茬，却发现对方居然是个油头眼镜男，哪儿像是不良的样子。但千冬就是莫名在意这个书呆子，一接触才发现这人成绩差的连基本的字都不会写，而且脾气也不算好。千冬教他把给笔友的信写完，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却遇到了暴走族堵人。虽然千冬很能打，但还是寡不敌众，陷入下风。没想到书呆子突然出现，一拳把领头的不良砸进了墙里。书呆子摘下眼镜，放下头发，颜值武力双双解封。他正是东万一番队队长场地龟姐。作为帮忙写信的回礼，场地单枪匹马干翻了所有不良，并威胁之后不许对千冬出手，不然东万整支队伍都会出动。夕阳下的场地帅得千冬心脏砰砰跳，他第一次对人用了敬语，也第一次有了想要追随的对象。场地带千冬回了自己家，和他分完了一盒泡面。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。回想起场地死在自己怀里的场景，千冬泣不成声，他以后该怎么办才好？ Miki 也来到了场地墓前祭拜，阿坚和武道去少年院看望一虎。一虎将场地的死揽在了自己身上，再加上有前科，至少要判10年。他这次不会再逃避了，一定会重新做人。阿坚怎么看不出来一虎是想以死谢罪？他将 Miki 的话转告给一虎，从今以后你还是东万的一员，我原谅你。听到这句话，一虎瞬间泪流满面。其实到最后，他只是想要一个救赎而已。